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厂房和居民楼的屋顶上看到这样一排密密麻麻的大圆球在阳光下转个不停。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圆滚滚的家伙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外形像个球，但离近了看又像法帽，底下如果再加圈莲花，观赏性就更佳了。实不相瞒，这是一种专门安装在屋顶上的通风装置，即通风球，别名无动力风帽。安装起来也很方便，第一步就是经典的打洞环节，接着把风帽的底座固定在房顶上，再对接缝处进行密封，最后盖帽收工。那问题来了，它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从屋顶上薅一顶帽子下来，然后从内往外看，你会发现风帽里面上下搭着两个支架，它们分别和风脖、风叶相连，最后被串在同一根轴承上。而要想让它顺利通风换气，那这些条纹状的气孔就很关键了。一方面它能防止雨水倒灌，另一方面它又增大了受风面积。当室外有风刮来时，风叶在轴承的支撑下开始转动，在此过程中，风帽周围的空气受到挤压后会形成一个低压区，室内气压大于外界气压，那么里面的湿热空气就会经由这些缝隙被送出去。看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会想，那没有风的话，它不就相当于一个摆件吗？其实无动力风帽除了依靠自然风外，还会受到热压差的影响。与烟囱类似，如果室内温度高于外界温度，下方的气压变大，气体也会被推着往外涌，进而使风叶转动，加快抽风的速度。所以无动力风帽转起来，不仅能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在炎炎的夏日还有降温的作用。但它的好处可远不止这点，和其他新风系统相比，用它就相当于白嫖。这种风帽不费油不费电，只靠自然风就能驱动，并且成本很低，一般你只需要花40块就能买一顶用个25年甚至更久的无动力风帽。所以像农村的一些旱厕和厂房，很多会安装这种帽子进行通风。除此之外，无动力风帽还能救命。当火灾发生时，它加快了烟尘气体的排出，从而给遇险者提供更充足的逃生空间。不过无动力风帽也不是完全没缺点的，不花钱的它自然要看天吃饭，风力小就可能怠工，空气质量差了又会把被污染的空气吸入到房间内。而要是风力太大，导致风帽狂转不止，那急速穿过缝隙的空气所产生的噪音，可以想象到有多尖锐刺耳。